好的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夜线，广告之后新闻继续。好，陈律您可以回去了，有请，谢谢，感谢陈律，谢谢。陈律，您从这边，对，还从这边。好的。加条稿子，没有提字器，到时候低头念。在串联单在哪里？在中美经贸会谈之前。好的。加在哪？加串联单里头，接下来是哪条？接下来是这条。外交部和也门之间。之间是吗？好的。好，广告还有30秒。就前面的情况，就偶尔会碰到，这个是常态。2场会碰到1场吧？哎呦，没有时间熟悉背稿，对吧？就要这几十秒钟快速看一遍。那当然没时间背稿了。对他们来说，30秒，好嘞。这个是把所有的那个意外情况全部都来一遍。临时加新闻稿件，就是为了测试主持人的现场应变能力以及抗压能力。5、4、3、2、1，阅兵。好，插播口播。为降低司机运营风险，保障司机合法权益，近日，交通运输部集中改造改建1000个标准化高速服务区司机之家，为司机提供停车休息、饭菜加热、淋浴、洗衣等5项免费服务。目前，第一批100个提升改造完成的司机之家已投入使用。每个司机之家将至少提供20个货车停车位、2个淋浴间、2台洗衣机，24小时营业。针对司机投诉较多的运费拖欠、执法不规范等事项，交通运输部联合有关部门部署开展了收费治理工作，降低过高抽成比例，实施货主预付运费等，保障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。可以。好，继续现配。当地时间7月28号，中美2国经贸团队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中美经贸会谈。这是继瑞士日内瓦经贸会谈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，英国伦敦经贸会谈确立伦敦框架后，中美双方再次就经贸问题举行面对面磋商。瑞典首相李斯特松近日表示，中美2国在瑞典举行会谈，已尝试达成协议，这是一项积极的进展。A 房，瑞典首相名字念错了对吧？就是他的那个语气一下就变了，这一下就严肃起来。对。继续。上个月25号，伊朗政府批复了暂停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。西方国家随即已启动该机制，相要挟，要求伊朗继续履行伊核协议。电影《南京照相馆》《东极岛》《山河为证》，这3部作品都是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依托。嘴瓢吃螺丝我都能理解，第一次播这么多内容，还要面临各种意外，对2个人来说都是一次非常大的挑战。今天，泰国陆军和柬埔寨国防部分确认，2国军区指挥官在边境地区进行了会谈，落实了停火协议。以上就是新闻夜线的全部内容。更多新闻，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；更多视频，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。谢谢您的收看，祝您晚安，再见。这句话听着是巨石落地啊！祝您晚安。好，结束了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思文肯定特别沮丧。都有点沮丧。陆老师关一下对讲，你觉得谁好一点？你呢？我觉得都挺好。没有选择，骑墙派。感觉怎么样？难呐！一声叹息啊。幸好是实习，要是正式的话，工作就丢了。如果有 offer 的话，就没有 offer 了。感觉要兼顾的东西太多了，又要看，又要，就是感觉有点忙不过来了，是吧？懂那种感觉了，就是对。以前看新闻，我就觉得主持人多简单呀，看看题词，现在觉得就还是挺复杂的。第一次这个提词器闪了，猝不及防的。真的，还好那条没有那么难。
脑子要够用啊，并线工作能力要特强。是的，方方面面左右互搏，2只手最好能同时操纵2个鼠标。怎么样？觉得？我们出去说吧，别在这儿了。好。你就坐这儿呗。不，没，就站着聊聊就好了。他们的什么？今天感觉怎么样？我出了大岔子。啊？你说什么？我说我出了大岔子。什么大岔子？你自己觉得？我在播站播的那一部分的时候，那个提字器故障是它从中间开始断的，然后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及时定位到下面接连的一条新闻是什么，跳了一段，然后又重新回来读了一遍，这是一个大问题，然后把人家瑞典的首相的名字念错了，名字给读错了，然后也挺大的。这如果真的是上班的话，我就下班了。你呢？首先就是我提前给到我稿子的内容，我有读错不少，就是你到最后一段彻底垮掉。真的，我那时候感觉眼睛好花。主要就是我觉得吃螺丝吃的太多，我肚子里全是螺丝。现在给你们设置的应急呢，比如说第一个，提词器出问题，这个责任肯定不在主持人，肯定是在技术或者其他方面。但主持人能不能够把它应急，是看你们的能力。主持人如果能把这个圆好了，那肯定是加分的。反正今天考核就到这儿，回去好好睡觉，已经很晚了。明天成绩还是会像之前一样，像以邮件的方式发给你们，好吧？好的，回去休息吧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很累了，走。公主请上车。这漫长的一整天终于结束了。我在想，这个到底是张老师一个人打分，还是其他的老师一起打呢？你觉得？好像是张老师一个人打，各自打各自的。那凯旋姐会参与打分吗？有可能，他们俩要沟通。那明天我们就是过去找老师复盘，差不多。不太好评。前半段其实韵玲还真的已经崛起了，是这个续航能力。诗文呢有几个大的失误，那几个失误太大了，一个时间，一个人名，一个跳稿。是真的，以前看电视，那些有些主播说错一个话，我还在心里在想，这人基本功真差，就是这都能说错。但自己上了主播台，其实才发现没那么简单，真的。这好多大一大二的学生都不喜欢新闻播报，就觉得好像很笨。但是我有的时候真的觉得，新闻播报你如果把它当成读字儿，它就确实没啥意思。但是你把它当做提前有准备的跟观众的那种信息交流，你就会感觉很好。你看咱们现在就在刮台风，然后那些记者就在我们现在脚下的这个城市里边就到处在做出镜，然后跟我们认识的那些人就待在主播台上连线，就调动这些新闻的资源，那让我感觉好刺激，就是我就在这儿。是的，这个行业路漫漫其修远兮，我们还差得远，上下求索。你是不是一个很坚定的人？他内心坚韧。哎呀，这个心揪着看完了这一段呀。咱们要不先聊聊藏西老师这个这个大反派。
全林老师刚才已经跟张欣老师起好名字了。土拨鼠挖坑之王。挖坑之王啊！张老师，这是最狠的坑吗？不是，还能最狠吗？能啊。你一边播着一边告诉你说后一条片子没来，来，先垫个5分钟话。吃了吗 ？freestyle。就是你知道，在那个就像咱们这样的节目里说5分钟话不难哈，但你在一个新闻播报场景里面，你要垫5分钟话，是它有信息密度要求，它不能有水词儿。确实，你知道，对我们来说，其实有嘉宾就有安全感，因为我可以甩一个问题给你交流，然后我就起码大概会有一点时间去准备我下面的。但特别可怕的是那天，那个是03年非典的时候，他告诉我说啊，嘉宾在路上，马上就到了，你先开场。然后正我开着场的告诉我说，嘉宾开会啊，来不了啊，先撑着啊。然后他不告诉你要多长，就说明片子也没有，嘉宾也没有，你不知道撑多长啊。那我开完场之后，那怎么办呢？就开始讲故事呗，因为只有故事是可以讲30秒，也是可以讲20分钟的嘛。然后你就开始讲，我得讲了得有17、18分钟，各种各样的故事。说准备一下，嘉宾要进去了。救星来了，你刚才说你说不用来了，我已经时间讲完了。所以就是其实真实的那个场景里，就是这样的事儿挺多的。我想确认一下，张老师，就是像诗文犯的这几个错误，第一个读错那个时间，然后漏播了 VCR， 然后读错首相名字，这种错误是非常非常大的错误，对吧？对于新闻来说，只要伤及新闻事实，都算大错误。吃一个螺丝不算大错误，但伤及了新闻事实是。所以在真实的场景里，是导播会配合的。就比如说，你说从9点半到11点半，其实是11点，对吗？然后导播会提示你说，重说一遍是11点。然后你就要及时的说啊，对不起啊，这个课的时间其实是9点半到11点，大家注意一下。就你就要垫一句，内容必须要正确，内容很重要。对。所以你还要具备一个能力，就是你要一边说话一边听导播正在说什么，不能影响你此刻说话，还得有正确的回应。所以说诗文这个其实它的整体的表现是好的，但是这3个错误确实非常非常减分的哈。对，它算是伤及了新闻事实的部分。但是我觉得他的临场的反应还算是快的。所以你看起来就比如说漏了2条，手忙脚乱，对吧？观众的角度是看不出来的。这就是团队嘛。对吧？兜底了，团队兜底。又是一堂大师课，又是一堂大师，学到了。之后在我们正式这一期观察室部分播出的时候，2位也可以找来好好看一看这个片段。我刚才在看的过程当中有注意到，他们俩都在最后复盘的时候提到一句话，说这个新闻播报看起来容易，上手难。各位有没有在自己的工作当中有过那种之前一看啊这还不容易，然后上手一试，我的天哪，太难了的这种经历？我就有过呀，我当时就站播过。当时第一次去实习那个中国电影报道的时候，就导播告诉你，你在哪句话你要指一下后面的这个电影的那个封面，然后可能你要转右边，但是我转多了，他又说你不能转那么多，不然你就被抬了。你有可能哪一句话你要指左边，都有完全不一样。然后有一些话是看着提词器说的，然后突然可能到了现场，导播老师会告诉你，你这个地方背一下，然后看那个你的搭档说。然后说了之后到哪一句话，然后再转过来。当时第一次就还是出了很多的问题，但幸好那是录播，还是全林老师说的可调可减，团队还是对，还是可以帮助我们。各种情况都可能出现，真的太难了。俊霖，你是做过站播的，你理解那个同时要做几件事情的复杂。就大家刚才看诗文在那儿站播的时候，意识不到他到底同时脑子里在思考多少件事儿。我给大家捋一下啊。首先你要做的是，你手里有一摞稿子，大概来自4到5条新闻，但是不用这个稿子的时候也要及时翻页。一旦
他漏了一条，他就找不到了，或者提示器灭了，他就找不到了。所以他手里的稿子是保安全用的，你就要让他处在安全状态，就叫做及时翻页。第二件事情，你要控制 PPT。在你讲的快了慢了，你要控制 PPT 翻页。第三个，你还在控制提示器的进度和速度。再然后，你还要一边播的同时，在跟这个大屏进行互动，耳朵里在听导播做的事情，对吧？所以他其实一心在5、6用。因此，我特别坚定地说，如果不是一个能够一心几用、可以同时多现场工作的人，不适合做新闻主播。这个真的是为了成为新闻主播，我以后边吃饭边刷手机边看书边听音乐。我们原来有一个特别好的主持人，但是他就是不能一边说一边听，只要他听到就会特别礼貌地回答好的。习惯性了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条新闻。好的，自己耳聊。朵里有人在给他提示，他就会说好的，然后怎么也改不掉，他就干不了直播。对，哇。超越刚才说，你听到这个多线程能力的话，你就很绝望，是吗？是有点困难。我做一件事儿，我就只能专注在这一件事儿里面，就不能再做别的事儿了，所以我觉得很难。那你第一次有做这个主持，或者说类似主持人工作的时候，有什么感觉？我之前就是在晚会上有帮那种串词，我觉得还好。然后又上一次就是咱们那个节目里，我跟小贺就是给我们那个小手卡，然后我就跟小何一起主持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如果自己读没有人没关系，但那边还有那些人，你还要去跟观众互动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完蛋了，我说又不熟，然后我还得跟他们互动，然后我还要边讲，然后还要得看看他们，我就觉得哇好复杂，好多事儿怎么办？然后还要关注我说完这个话他们什么反应，还得要有交流感，还有生活感。我说不行了，我就感觉就是，然后我解决的方法就是drama一点，就是放出来，对，这样可能会更舒适一点。哎呀，都是不容易啊！他们俩这一次到底表现得怎么样？其实我们只能做评论，但说了也不算。最后，西哥啊，这个土拨鼠挖坑之王，接下来您得打出这个分儿。但是我们也要琢磨琢磨这事儿了，在我们心里也要把它盘算起来了。如果要选一个表现得更佳的话，投给谁？那同时我们也进入到下一站，因为下一站呢就是下一站。下一站的节目播出的怎么样？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的踩点和备战的过程。看看是不是我们说的台风里头要出去拍街头摄影师。这是一个外景节目，想一想我能利用环境，利用外景，什么特点？这里被称为上海街拍的宇宙中心。我很少机会走在这种街道上，就是 city walk 感受一下这些街道。我平常也是一个很爱拍照、很擅长拍照的人。我今天给你当小助理吧，我来给你去抓一抓，看有没有人能愿意接受你的拍摄。我已经 get 到街拍摄影师的魅力了，我感觉现在班位大了很多。又下雨了 ，what？ 啊，上海这个天气，我真的是变化无常。在你的镜头前面拍过最有意义的东西是什么？你要不来看看你以前拍过的一些很有意义的照片？可以。对你来说，这次去贵州有什么样的意义？每个问题都让我考虑。真的很在乎意义。Can I take a photo for you? You're so beautiful. Hello， 你们好。Hello， 你好。可以给你拍张照片吗？觉得你长得特别漂亮。好，谢谢。好，现在到大会议室集合。哇，这不当众宣布成绩啊！每当我们在大会议室聚集来宣布结果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，就意味着可能会有人要离开我们这个实习的集体。所以呢，接下来就到了宣布结果的时候。我这一组考核胜出的是，我认为表现最出色的是